广州大桥的桥底下，最主要的就是送外卖的人，有的是打工，一些就是流浪汉。看到这种情形，心中满是悲戚。生活的重压下，这个角落成为他唯一的避风港，心里感到很心酸嘛。广州很多桥底下都住着人。中国失业率不断攀升，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面临着生存的问题。美中贸关税大战，中共硬杠美国，失业率会暴增，将严重冲击中国的社会。目前，上海、广州等一线城市经济萧条，许多外卖员、打工人都交不起房租，被迫睡在大桥下、路边，满目凄凉。今天，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。这里是广州，这里是广州的桥洞，这里不是旅游景点，不是户外，这里都是送外卖的外卖小哥，还有在外面的打工人，在这里他们不用交房租，也不用交电水费，可以节省很大一笔开支，为了养家糊口真的不容易。兄弟们，有谁能明白他们？有谁能理解他们？这里也有很多失业的人跟流浪人。广州海珠区每天几10万人失业，几10万人找不到工作，这些人被逼无奈睡桥洞。这是广州，这是一线城市，真的是有很多人睡桥洞，有谁能体会他们的辛酸和心情？今年的广州工作确实是不好找，他们为了给家里面节约点钱委屈自己，有谁能明白？有谁能体会？还记得这位住桥下的流浪大哥吗？原来他真不简单。我从重庆过来的，过来住了2年多了。大哥，你家人呢？我没得家人的，我孤身一人。你平时是靠什么生活啊？就是捡废品卖废品。我捡废品绝不会随便乱拿别人营养东西的。你们2位不相信，我在路上看到有垃圾，我还会随手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面去。上次在公交站台，我捡了个钱包，等了几个小时人家才来拿。人有不有钱无所谓，但最起码的还是要有。对，大哥，上次我们给你说的工作你考虑的怎么样？我考虑过了，还有一些原因我不方便去。你这样拖着也不行啊，确实不行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的家它不一定是高楼大厦，但它一定是路边桥洞，是吧？对，这个容我再考虑一下。这谁在这安家了？哎，你好哥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哦，我徒步的穷游的。你徒步在桥洞下边干什么？哦，我一般人都住在这个桥洞下面。啊，一般都在桥洞下边住是吗？对。我靠，我还说是谁在下边冒烟呢？你是从哪里过来的呀？哦，我是从江苏盐城过来的。从江苏盐城过来是吗？对。你这怎么过来的？我是徒步过来的。就一路走过来是吗？是的，一路走过来。我靠，太艰苦了！你在这边待多久了呀？大概1个礼拜了吧。在这待1礼拜是吗？是。那你从家里边出发到现在有多少天了？大概有2个月不到一点。啊，2个月不到一点是吗？对。我靠，你这搞得太艰苦了，怎么不找个营地什么的？没有，我看这个桥洞下面嘛，比较上面遮风挡雨嘛。哦，遮风挡雨是吧？是的。哦，那可以，这边下大雨时候很危险啊，注意安全，兄弟。哦，知道。啊，好的。你这烧水是干什么呀？我都是下面的。啊，下面是吗？对，我还没吃饭是吗？没有，我还没有。每天就吃这东西是吗？是的。要多吃点有营养的啊。哦，知道了。啊，你在这边准备待多久呀？暂时嘛没有什么钱，我就多待点时间呗。啊，没有钱什么？在这多待一段时间是吗？是的。啊，那可以，在这边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，保护好自己啊。好的，感谢大哥。在这个地方你发现了一个地洞，现在夏天来了，所以这种地洞是非常的凉快。你看，我这里风这么大，下去看一下这地洞里面怎么样。说干就干，直接下来啊！我靠，这里面别有洞天啊，兄弟们！我先下去看一看啊。妈的！我靠，真的是别有洞天啊！看到没有？在这个地方挂壁的话，那就是叔叔来了也找不到，看到没有？这附近可以一眼就看到外面的情况，非常的隐蔽啊。在这个地方住的话，至少可以省个2、3个月的房租啊。在那个桥洞下面看到有一个小伙子，在上面已经待了1个多星期了，我过去看一下他。这个地方不好找啊。小伙子，你怎么睡在这个地方？
谁啊？我就看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。我有什么困难？我在这里挺好的。我听我工友说你在这边睡了30天了。我也没什么困难，就是缺点钱。可以找个事情去做啊。我这么多干嘛？跟你有关系没有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专门给人介绍工作的。小伙子说，他是从河南来的，被中介公司给骗了。中介公司说武汉有每小时40块的工作，他就过来了。结果他来到之后，不但没有找到工作，带的钱也很快花光了，没有地方住，就只能住在桥洞下面。我这也挺好的。我家里人有弟弟妹妹，一共有5个孩子，我都20岁了，我算最大的。我家里父母都不管我了，你管我干嘛？住在这个地方也不是个事儿。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反正你们中介我现在是特别安停了。我看你这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你如果想你介绍一个工作，20块钱1个小时还是可以的，包吃包住。这也太低了吧！20块钱还低，是武汉现在的正常的工价，都比在这个地方躺着强了。你看怎么样？现在确实有挺困难的，人与人之间还是要有点信任感的。那我就跟去看一下呗。好。由于大环境不好，广州许多公司倒闭，一些公司老板倾家荡产，无家可归，也被迫睡在大桥底下，这里成了他们的新家园。昨天晚上我就把帐篷来了，在这里，在这里住下来。今天早上呢，就认识了这2个兄弟，也说了地盘是他的。兄弟，你哪个帐篷是你的？那后面那个。那个帐篷，哪一个帐篷是你的？那一个。好，他们2个，我跟你说一下哈，这个兄弟是搞房地产的，曾经身价拥有不用说了很多 W， 现在过得就这么苦吗？那没办法，但是我跟你说哈，越是老板，越是曾经负债的人，起来就越容易。我就是来做这个的，我原来也是做了，我原来曾经工人有很多工人，都是因为3件口罩把我搞得现在工厂都搞没了。这个老板是广东的林总，曾经是搞废品收购的，原来富士康的废品都是他收的，现在也是来住的这个桥洞了。今天我们这3兄弟都认识了。那么你到上海来多久了？这个？我来上海已经2年多了。你就住在这个洞下面啊？这个洞？这个洞下面。基本上就住在桥洞下面，就烧菜、吃睡。那是就抖音看看对吧？这个基本上每天反正就是做饭吃啊，然后也很少出去走动嘛，因为我也不喜欢出去。那么你们老家叫你回家过年相不相亲啊？我那时候年纪比较轻嘛，就是那时候找女朋友比较好找嘛。哦。现在年龄大了。你那个时候大概有工作的？我那时候开个厂啊。哦，开过厂啊！哇，这是市场，我那时候是开个厂，但是我开的是那种小型加工的。确实落魄的比较反差大啊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做点生意的什么东西啊？对吧？做生意我也做过，前面那段时间我去开了个店，开了个那个卤串店，但是卤串店啊，对，就是街边的摊位还是什么？不是，店面1元卤串店。你哪来的这个资金去弄啊？那个是我一个网上认识的一个老大哥给我投资的。哦，给你投资的？对。做了没成功？做了没成功，因为那时候又是一个新的店面，然后就是我一个人，第一有一点忙不过来，第二呢收入也不怎么可观，所以说做了一段时间就给他关门了。这个卤串这个一根利润这么高也赚不到钱啊，这个呀？赚得到，那个卤串我才卖1块钱卤串，我算了一下成本，基本上平均能赚70%，成本只要2毛，2毛钱成本卖1元钱，这个就跟鱿鱼串一样呀，进货2块钱1串，卖15块1串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批发菜很便宜，我们找到那种市场，相当于萝卜这么大一袋都只要10几20块钱。中国经济下滑，广州也是一样，工作越来越难找，也不再是前几年的广州了，很多人都失业了。家人们，广州现在的就业和经济形势简直让人抓狂。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，见过太多的朋友从意气风发到一筹莫展。就说那体育西路吧，以前多热闹大家都知道吧，现在却冷冷清清，一整排的店铺挂着空不转让的牌子。以前啊，想租一个档口都难，现在求着人租都没有人搭理你们。哎呦天呐，小公司接二连三的倒闭，大公司也不省心，裁员降薪已经成了常态了，失业的人越来越多，都一窝蜂去跑外卖啊，跑网约车啊，当快递员啊。
可是囊多肉少，竞争大的离谱啊！普通人打工太难了，工资低的可怜，物价却蹭的往上涨。逛个超市吧，没有200块根本出不来，菜都比肉贵啊！一家老小全指望那一点工资，根本就养不活全家，只能全家老小都出去打工。36岁的我失业了，在工厂干了3年，失业只用了5分钟，是种什么样的体验？大家好，我是小杨，坐标广州。今天本来是快乐的星期天，突然收到领导发的通知，因为政策和其他影响，决定放假一段时间，具体放假期限待定，真的太意外了。换作是你的话，你愿意每个月只拿基本工资吗？所以我还是决定辞职了。租房合同还没到期，几百块押金也退不了，我只能在附近5公里找工作。失业真的很无聊，而且又烦躁。我找了同学还有朋友聊天，也有很多人待业在家，都是非常迷茫，没有高学历，没有背景和人脉，更没有一技之长。我发现内心开始慌了，不过也只能接受现实，人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，努力寻找下一份工作，努力克服一切困难，我相信明天会更好，大家一起加油吧。今天又要去面试了，来广州的1个多月了，失业了也1个多月了，我依旧还在找工作约面试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没有找到，可能还是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，也只是在文员类、助理类上找了找。今天面试的是仓库文员，工作内容很简单，入库、出库、做方案。距离我住的地方只有2公里，所以我今天骑自行车过去的。这边全是小的工厂，刚开始人事给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工作内容，有人教，因为上一位员工提离职了，目前还没有走。人事说他在这工作了7年，离职的这位也工作了5年，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离开，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员工。后来又和老板面试了一下，工作内容很简单，也可以胜任。老板说仓库文员需要搬货，问我能不能搬重物，看我的样子感觉没有干过什么重活，还问我为什么一个北方女生要来到广州这么远的地方找工作，觉得我的流动性因素太大了。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回去的路上花了9.9块买了汉堡、鸡肉卷，我感觉我可能真的要选择回老家了。36岁的我彻底失业了，今天是我失业在家的第11天。36岁失业，听起来好像挺让人焦虑，但这是每个人必经之路。36岁似乎成为工作的一道坎。虽然我不是因为年龄而失业，但是找工作的时候，年龄也会受到一些限制。现在00后都毕业工作了，一般上有的公司只选00后，也不会选80后。我翻看了各大招聘网，更新了自己的个人简历，但是我只选择5公里以内。我看到有人说我太挑剔了，有份工作就很不错了，还规定距离。我想说的是，我租房合同明年到期，所以目前暂时不会搬房子。有个大厂就在距离5公里，周末双休，底薪4000，有时需要加班，包吃3餐，五险一金。还有一家也是化妆品，月薪5500加提成，包吃3餐，周末单休，购买社保，有时说不定要去车间协助生产。2份都是招化妆品跟单，换作是你的话，你会选择哪个呢？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